您来了。那些人在哪里？就在前街的旅馆里。总共有多少人？加在一起不到30人。看清楚了，有财物和汽车。没问题，看得真真的。大小箱子7、8件，1辆吉普车，1辆卡车。进去的人里面有个老太太，还有个小姑娘。一定是逃跑的官太太，他奶奶的，到了口的肥羊。得手后，大家立刻乘车逃往营口，共产党再也找不到咱们了。林峰，那可都是咱们自己人，穿着咱们国军的军装，要是打了抢了，不会惹出什么事儿来吧？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自己人、自己鬼？当官的只顾他们自己头命，什么时候拿咱们当自己人了？他奶奶的，给他来个斩尽杀绝，不留活口，谁知道是我们干的？走。这小子还西点军校毕业的呢，瞧他那副窝囊相，点头哈腰的，一副奴才相，真够有点意思的。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所以这些人没有我们的保护，恐怕连这城门都出不去。哦，哎，你就是算准了这一点，才让他给他爹发报的？哎呀，这些阔太太、阔小姐，逃难还挑这挑那，指手画脚的。哎，我跟你说啊，我还真就不想再伺候他们了，真受不了他们呢。哎，那个老太太还是有些分寸的。我有预感，今夜必然有事发生，咱们立刻去布置一下。行，你说怎么干？来，跟我来。好。队长，搜查过了，这城里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其他人。怎么了？我说伙计，你老看着破装甲车干什么呀？发动了，这能开啊？怎么，要开着装甲车上街啊？啊？我跟你说啊，就这辆车，哪儿都没问题，就是轮胎爆了。你说这谁能把这轮胎给补上？嘿嘿，你这话就是冲我说的嘛？啊？李忠实被解放之前是机修兵，孙二勇、王文学干过铁匠，修得了钣金，对付不了胶皮呀。要说修轮胎啊，还是我这个干过皮匠的行啊。看起来这活是非你莫属啊！哎呀，我干是没问题，可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呀？来，什么？喊什么你啊？大家伙儿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轮胎补好后，李忠实、王文学将装甲车开到指定地点埋伏。是。你让王思江、毛清华、吴通、葛振明分别埋伏在吉普车和卡车之中。天冷，埋伏时注意保暖。好。好，让李三盖把咱们缴获的那挺戴眼镜的 M2HB 拿来。
好，我这就去。张勇，跟我来。是。烤火，暖和暖和，怪冷的。是。他们在干什么？哦，冯参议，啊，他们好像很忙碌啊。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但云建明是把好手，他忙一定有道理。郭团长有没有发现，这位云队长和他率领的小分队，不太像普通的国军？哦，冯参议的意思是？郭团长是带兵的，应该比我清楚。国军部队的纪律整体比较松散，很少有像这支部队这么紧张严肃的。冯参议这话也不尽然吧？国军部队难道就没有紧张严肃的？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巴达维将军曾这样评价国军部队：他宁可带一个营的缅甸军队，也不带一个师的国军。缅甸军队能跟国军比吗？那当年史迪威为什么要用中国远征军去解放缅甸、保卫印度？照冯参议的说法，该是缅甸人和印度人保卫我们才对啊。兄弟所说的并不是战斗力，而是军纪。同样是中国部队，共产党军队的纪律性就非常强，这也是他们具有强大战斗力，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哼，没错，老子是打不过共军。可冯参议是美国人培养出来的，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要我看，你这西点军校毕业的，还不如我们这些草包国军呢，还好意思讽刺郭母？郭团长多心了，兄弟并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兄弟只是觉得眼前这支小分队似曾相识。似曾相识？是啊，难道郭团长没有这种感觉？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像共产党？郭团长认为呢？我说冯参议，真没想到啊，你能耐不大，胆子不大，心眼儿也不大，没事爱瞎琢磨。怎么着？比你厉害的都是共产党？你，没错，我是似曾相识。那是因为抗战时期，我曾经见过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跟眼前这些兄弟一样，都是受过美国人特别训练的，行事特立独行，叫人摸不着头脑。一打起仗来，那是头头是道。兄弟，听我一句，你虽然是美国军校毕业的，可没学着美国人什么优点。再看看人家，危难时候显身手，那才叫当兵的。你。阴阳怪气，莫名其妙。你看，这里就是叶琳娜居住的2号客房的窗子。刚刚我在叶琳娜房间看到的，就是后边的这座小砖楼。走，咱们进去看看。
这里正好能看到叶琳娜房间的窗子。来，把枪架在这儿。是。给。这支 M2HB 有连发点射2档，把它调到点射。放心吧，营长，我见过狙击手用过这种枪。今天夜里，你和李三干的任务就是保护2号客房中的叶老太太、叶琳娜和冯文浪的安全，懂了吗？懂了。你是咱们特务营的神枪手，这应该不是问题吧？坚决完成任务。哎，成了。哎，教导员，老听说你是个好皮匠，没想到手艺这么好，比诸葛亮还好。捡了2块卡车上的破胶皮，就把装甲车的轮胎给补好了。会说话吗？什么叫比诸葛亮还好啊？臭皮匠才顶个诸葛亮呢。您的意思是您比诸葛亮还强？人家诸葛亮补轮胎吗？啊，净瞎拍马屁！哎，我跟你们说，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一口一个教导员的，叫顺了嘴儿，早晚得暴露。就是一天到晚嘴上没个把门的。教导员，你看我就比他好多了。你还不如他呢！刚说完又来了。哎，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一会儿互相通知一下，从今天起，不管人前还是人后，必须叫队长对付，知道吗？是。老伙计，哎，怎么样？好了没有？齐了，赶紧试试啊！是。怎么样啊？李中士，立刻前往指定地点隐蔽。是。何应龙，冲锋号。你是咱们营的4号手，不会连冲锋号都没带吧？带了，怕暴露，藏在行李里面了。嘿，这还差不多。我说的你听明白了吗？懂了。立刻埋伏。是。走，咱们回旅馆。好。于老弟，弟兄们呢？啊，他们有任务。刚刚我看到你们一直在外面忙活，究竟在做什么呢？啊，以备不测。不瞒老弟说啊，兄弟我在这儿打了好几个月的仗，周围的地形都很熟悉。阜宁县不在主干道上，共军是不会来的。你看看这里静的，连鬼都抓得出来，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啊，我担心的并不是共军。哦，共军是得胜之师，至少有纪律约束。可我们那些残兵败将可就不同了。这些人走投无路，就像冬天的饿狼，只要见到猎物，就会不顾一切地发动攻击。人老弟过滤了，这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哪来的残兵败将啊？外面天寒地冻的，让弟兄们进来烤烤火，暖和暖和吧。啊！就算天气再冷，他们也会坚守自己的岗位。任老弟啊，你们真是与众不同啊！尤其与我们这些普通建制的国军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郭团长，您过奖了，我们面对的不是同一个战场。云队长的弟兄个个身手非凡，行动果敢，军纪严明。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不同凡响啊！没见过你们的绝对不会相信，国军建制中会有你们这样一支部队，难怪冯参议怀疑你们。冯参议怀疑我？他怀疑你们是共军。
这冯参议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就是，你们要是共军，我们这些人早当俘虏了，还能在这儿待着？哎呀，真是看不出啊！你说这个冯参议，平时胆小如鼠，懦弱无能，这疑心病倒是挺重的。嗨，当初啊，就应该把他们扔在丰城，落在共军手里，看他还怀疑不怀疑了。别理他，这种人以怨报德，忘恩负义，典型的小人。郭团长，你应该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当然，我有一句忠告，不知郭团长想不想听听？云老弟，请讲。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准备什么？准备遇到不测的时候，立刻离开。云老弟啊，我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哼，这又是云老弟的猜测吧？兄弟，我言尽于此，听不听，全由郭团长自己决定。你是我见过最谨慎的人，好吧，我听你的，立刻让兄弟们打好背包。柴火拿来了。琳娜，你真美。回到天津后，我就让父亲跟叶伯伯提亲。温郎，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好，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好吗？可是我不明白你究竟要考虑什么啊？我认为我们之间的性格差距过大，成婚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如果不想清楚，害人害己。琳娜，我是非常爱你的，这你是知道的。我们两个性格是有差异，可这才是天生的互补啊！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都是急性子，婚后会怎么样？还不得天天吵嘴？我虽然是个慢性子，但是我会让着你，一切都听你的，这样难道不好吗？温郎，我并不是指这个，也许什么？也许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这是什么意思啊？好了，温郎，现在我们大家还在逃难当中，谈这个也不太合适，一切等到了天津再说吧。好吧。就是这儿。兵分三路，你率一路从正面进攻旅馆，我率另一路包抄到旅馆后街，从窗户进去，给他来个内外夹击。明白。你率10名兄弟夺取汽车，而后开到城门口等我，记住，一定不能损坏车辆。明白。等我完成包抄，发红色信号弹，3路人马同时进攻。是，立刻行动。没说呀，睡着了怎么办？怎么了？来了。预备，准备进攻。是。
有时候真佩服咱们营长，就跟能掐会算似的。你看，他们还真来了。他奶奶的，人还不少。你看看这帮孙子那副鬼鬼祟祟的德行，一看就他娘的没安好心。装弹。进攻开始后，打碎窗户，从这里冲进去，先控制屋里的人，然后包抄旅馆大堂，里外夹击，尽快结束战斗。是，准备发射信号弹。弟兄们，上！发射信号弹。是。怎么回事？进攻！不好，是共军！怎么回事？快走！走！奶奶！人进！快！中啊！弟兄们，开枪！打死他们！想用汽车机动活命，让他们跑了，大伙都得死！弟兄们，长点眼，别打坏了汽车！弟兄们，冲进房间！完了，怎么回事？是有人保护我们吧？云姐，您说对了，这里真的有埋伏，是败兵，是我们的人。那他们要干什么？图他害命！弟兄们，不要乱，不要乱，长抬突围！乌合之众，不能再让他们乱下去。大堂必须要守住。走，好。小心！于老弟，谢谢你啊！告诉弟兄们不要慌乱，外边的不是共军。你怎么知道？跟我来。让你说着了，真是一帮散兵游勇，我还以为是共军打来了。弟兄们，不要怕，不是共军，是他们自己的逃兵，给我打！打！弟兄们，不要慌，把马豹垒起来当掩体，跟我来！弟兄们，给我上！我去把老孙人他们带出来。好，小心！上，给我上！弟兄们，对方的火力点在对面的2层酒楼上，集中火力压住他们！他们发现了我们的位置，去那扇窗户。好。
他们挟持了叶琳娜。不止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三姨也被挟持了。弟兄们，快进来！快打呀！不行，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三姨在他们手上，万一出了意外，怎么向营长交代？让这帮龟孙子冲进去，他们一样活不了。等等，再等等，不到最后关头不能开枪。弟兄们，请在壁炉后，那里是射击死角，他们打不到。放开我！老实点，你想崩了你！我们是国军家属，我们是自己人。现在想起是自己人了，你们这些官太太逃跑的时候怎么不说带上我们这些自己人啊？虽然我们还穿着这身黄皮，可已经不是国军了，我们是亡命之徒。只要能给我们财物，让我们活命做什么都可以。放开我！这个强盗！琳娜，别挣扎，不要激动他们。别动了，琳娜！立刻带我们找到财物。爷爷一高兴，也许会放我们一条生路。快走！别开枪，我带你们去，就在对面的房间里。哼！走，兄弟，快点！弟兄们，到我身后。别开枪，兄弟，别开枪！把老夫人扶起来。啊，好，奶奶。住手！给我住手！让我一枪打死他！你是在跟我说话吗？你是什么人？这句话，难道不应该我来问你吗？你别过来！别过来！放开他！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放开他！你马上就会杀了我！给我听好了，放下武器，否则我一枪毙了他！放开他！我保证不会伤害你。鬼才会相信你的话！我再说一遍，放下枪，否则我立刻毙了他！毙了他，你怎么办？你能活着是因为有他。相信我，如果他死了，我会立刻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放下枪，放下，否则我打死他！同是国军兄弟，本应该是同袍，为什么要率领这些散兵游勇进攻我们？啊？为什么？杀了你们，我就有钱了，有车，我们就能逃命。现在呢？现在怎么样？你的小妞在我手里，你能怎么样？放下枪！于队长，放下枪，琳娜的性命要紧。是啊。如果你认为为了这个女人，我会牺牲自己乃至这间房中其他人的生命，那你就大错特错。我受长官的委托保护她，但不会为她死。况且，这个女人很讨厌，我一点也不在乎她的生死。哼，真的吗？开枪啊，打死她！你看看，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小人蛋，你不是人！云队长，长官让你保护小姐，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这位兄弟，我们随身带的一些银元，我们都交给你，你就放了我孙女儿吧！啊！到底怎么样啊？他躲在壁炉后，打不着啊。营长呢？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很在乎她。她一定是长官的小姐，她死了，你也活不了。现在你只有两条路：杀了她或者放了她。杀了她，你必死无疑；放了她，也许还能活命。你少跟老子来这套！我再说一遍，放下枪！走，老子当着你们的面打断他四肢，看你们会怎么样！云队长，我求求你放下枪，他说得出做得到。云队长，我求求你，你放下枪，有话好商量。你真是个很奇怪的人，你为什么不想活？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对付你？为什么一定要死呢？啊！琳娜！
自己的脑浆。琳娜，你不要紧吧？没事吧，琳娜？他的体内没有子弹，只是蹭破点皮，包扎一下就好了。你说的可真轻松。本来就没什么可紧张。你想杀我？小姐，我在救你。如果你连这都看不出来，那就只能证明你的智力有障碍。你就是想杀了我。刚才那畜生没有杀死我，你觉得很遗憾吧？如果我想杀你，我会自己动手的。琳娜，你不要赌气，云队长是在救你，大家有目共睹。奶奶，他让那个畜生杀死我，这难道也是想救我？哎呀，琳娜呀，如果他表现出对你的关心，对方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想要救你就更难了。是啊，琳娜，云队长是在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让他在不停的判断之中露出破绽，这才有机会救你。这屋子总算还有明白人。好了，没时间多说了，立刻到大堂，我们马上突围。走。奶奶，琳娜。郭老三，你们几个吸引火力，我带老贾从后面绕过去。哎，郭老三，小心点，别把卡车打坏了。绕到他们背后，给他们来个暗算无常。奶奶的，他们怎么还不动手？哎，老三，你看，老贾回来了。就是个废物，肯定没得手。啊，不是老贾。立刻发动汽车，随时准备接应。是。顶不住了！啊，你不是说有救兵吗？救兵在哪儿啊？老夫人，我在马步后面。
家都得完的，赶快想个办法。放心吧，不会有事的。你们个个武艺高强，当然没事儿，我们这些人可就要倒霉了。只能够保护自己的，不是好战士。是时候了，呼叫动摇。好。动摇！我是虎爵，我是虎爵，立刻行动，立刻行动！是时候了，呼叫动摇。好。动摇！我是虎爵，我是虎爵，立刻行动，立刻行动！装甲车，这是哪来的装甲车？云队长，外面的救兵是咱们的人？当然。啊，是你的部下？是的。那外面的装甲车是谁的？当然是我的。啊，你的？啊，确切的说，是我今天刚修好的。啊，我明白了。天黑那会儿，我看见你们在鼓动一辆装甲车。啊，就是这个。哼，你终于明白了。于老弟，我真服了你了。你叫栋梁。好。栋梁，我是虎爵，我是虎爵，立刻行动，立刻行动！不好，进攻了共军，这下完蛋了，怎么办？啊，不好，是共军，大家快跑！奶奶，完了！我们躲来躲去，还是落入共军手里了。大家不要害怕，老夫人，你冲锋号的是我们的人。你们的人怎么会吹共军的冲锋号？我们随身带着共军的衣服、鞋帽和冲锋号，以备不时之需。否则，我们怎么可能从共军占领的沈阳安然逃离？又怎么可能横穿辽西，赶到丰城营救诸位？原来是这样。于老弟，说实话，你这样的人，我郭某平生仅见呐。郭团长，你过奖了。收拾行李，立刻撤离。好，是好，快，老夫人，快点，走吧。快收拾行李，赶紧，快！队长，
王四江和吴通呢？他们已经把卡车准备好，就在下面。保护老夫人和小姐上车，撤离府宁。是，走快！奶奶，小心点。看起来，云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琳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的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发生。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救你的命？奶奶说的是，最了不起的是云队长的枪法，只擦破了你胳膊上一点肉皮儿，你下意识一低头，那个坏蛋就露了出来。恰在此时，打你的那颗子弹打在墙上反弹回来，射在那个坏蛋的后背，云队长这才能除掉他，将你救出来。哦，原来是这样。我说那个坏蛋怎么身体突然向前撞去，好像受伤了一样。这个办法真是绝了。你倒挺会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躲在一旁看热闹。亏你还是个大男人。我看你啊，还不如姓云的呢。哎呀，琳娜，对不起，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哎呀，行了行了，别解释了。你呀，说完了这个又骂那个，洪洞县里没好人了。大家坐好，咱们准备出发了。云队长，今夜呀，多亏了你，我们真抱歉，给你添麻烦了。老夫人，你别这么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些棉被棉褥是我们仅能做到的保暖措施。这中间我们可能不会停车休息，直接赶到营口。已经很好啦。老夫人这几句话说的，人心里啊真暖和呀！啊，打了一晚上也没白忙活。哎呀，怕就是怕，救了人家的命，还挨顿好骂，那才叫东郭先生呢。你说是不是啊？啊？行了，你少说两句吧，赶快开车。哎，我这是替你抱不平啊，你还嫌我话多，跟我白说。哼，走嘞。这几块这个小伙天哪啊，就是太他妈不是说嘛，咱们呢已经被扔了，就是不把咱们当人，以后咱们怎么活呀？给他们当兵，
气的，什么狗屁当官的，这他娘的打败仗！听到共军来了，跑得比兔子都快。娘的，这些当官的，小喇叭、四舅母、小姨子都跟着逃跑了，就把咱这些卖命流血的扔下不管。就是什么了不起啊？什么玩意儿？行了，别骂了，有什么用啊？人家该跑还不是照样跑？用。闪开！哎。终于到了，连续3天横穿辽西战区，手心里天天钻把汗。上车后立刻给纵队发报。好。啊，云队长，终于到了。这些日子提心吊胆，真是把这辈子没受过的罪都受完了。看到轮船，也就看到家了。长官。哦，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保护301师叶师长的母亲和小姐前往天津。长官，您的登船证。哦，在这里。啊，冯三爷，可以了，请。奶奶，琳娜，琳娜，快醒醒，到营口了。下车吧。到营口了。是，到了。太好了，奶奶，奶奶，奶奶，醒醒！怎么了？怎么了？又出事儿了？没有，我们到营口了。哎呀，是轮船的汽笛！哎呦，到了，真的到了！哎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快下车吧，我们要登船了。哎，好好，我们走，就下来。来，云队长，老夫人，您还好吗？好，云队长，如果不是你准备的棉被棉褥，我这老婆子恐怕就要冻死在车上了。啊，不会的，您老人家福大命大。云队长，这一路上多亏了你。哎，不说了，什么感激的话都是多余的。等到了天津，老太太会报答你的。老夫人，您言重了，保护您和小姐是我们的职责，只要你们安然无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小姐，一路上我的态度不好，那是因为身处危地，事期紧急，无从解释，请你原谅。有意思，没想到你还会道歉啊，琳娜，不许这么说话。奶奶，好了，我并没有责怪你啊。老金，保护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登船。老夫人，请吧。奶奶，云老弟啊，老太太说的没错，这一路上多亏你保护，否则大家见不到这条船了。好，是你们的命大，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听炮声，共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最多明天下午，守卫港口的就会换成共产党的部队。哎呀，真悬呐！你说的没错，我们的确命大。如果不是在丰城遇上你们，我郭大龙不死也得做共军的俘虏啊！好人有好报。弟兄们，赶快登船，站在那儿等共军的炮弹啊！于老弟，走吧，到了船上，找地方喝2杯。让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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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官好，你们的登船证。好，是叶师长定下的舱位。是的。咱们诸位都是吗？是的。啊，叶师长指定了3间头等舱，这么多人，你不就多了几个人吗？我们再多要几个房间不就行了？对不起，小姐，这船上连下面货舱的站票都订满了。好了，我们自己挤一挤，这总行了吧？你这小子是不是欠揍啊？没看老夫人站着吗？还不快滚！哎，是，几位的舱房是3层6、7、8号，这边请。
知道了。这船真大呀！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保护。等到了天津，我和你爸爸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人家。奶奶，你看，这儿有一件。哦，不错，真不错呀。这也是咱们的。哦。云队长，就只有3间仓房，你看怎么分配吧？这件事好像不必征求我的意见吧？用你的话说，一条船上只能有1个舵手。现在我们上了船，就请你这个舵手发话吧。小姐，我的话只适用于战时。现在已经安全，一切还请老夫人、小姐、冯参议做主吧。好了，云队长，你就别客气了。既然房少，我和弟兄们在走廊上也一样能凑合2天，其他的就请老夫人和小姐看着办吧。怎么能让弟兄们睡在走廊上？我看这样吧，我、林娜、文朗还有孙副官挤1间，云队长和部下挤1间，郭团长和部下挤1间。这样最好了，还是奶奶想得周到。好，只是就委屈了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了。不委屈，你们是大功臣，让你们10几个人睡一个房间，是你们受委屈了。哦，卑职不敢。好了，不必多礼了，我们赶紧进屋吧。奶奶，我们就住这间吧。好。郭团长，你带弟兄们住7号吧。我们住最外面，有事也好照应。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请走。弟兄们，进去吧。是。走吧。好，我四处转转，看看船上什么情形，你赶紧发报。哎呀，老伙计。还是老毛病，贼头贼脑的，不管到什么地方，先把退路找好。哎呀，我这个贼头贼脑的，救过你们多少次命？算你有理。还是老规矩，进门后将仓房彻底检查一遍。好，我去了。日本人にとって戦争はもう終わったんです。戦友は皆帰国したのに、我々はまだここで中国人のために戦っている。我々だけではない。戦争が終わっても20万の軍が中国の戦場に残り、国民政府のために共産党と戦っている。長官、この船で天津に行ったらまた国民党部隊と共同で天津防衛に当た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は。なぜ中国人の揉め事のために我々が命を懸けるんですか。もうみんな戦争はうんざりです。帰りましょう。
我々は敗戦国だ。あの時残らなかったら今生きてはいない。わかるな？信じろ。必ず全員をそれぞれの故郷に連れて帰ってみせる。本当ですか？戻ろう。你在想什么呢？说实话，你能主动跟我说话，令我感到很吃惊。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很大度，从来不记恨别人。你笑什么？我在笑我自己。笑自己什么？救了别人的命，得不到感激已经够失败，现在倒好，自己反而成了罪人，要让被救的原谅。谁说你是罪人了？在你的心里，我恐怕连罪人都不如吧。其实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可当时子弹打中了我，虽然只是擦破了点皮，但心中的恐惧却无法控制，所以我才会说那些话。能理解，刚刚经过死亡的人，心情是不会好的。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向你道歉。向我道歉？是的。说实话，你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以为你和郭团长还有他那些手下一样都是草包，可后来我却发现，你实在是太厉害了。不管是身手还是判断，任何人在你面前都像个傻子。可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就是不愿意受人摆布，更不愿意让别人拿我当傻子。小的时候，我爸让我往东，我偏往西；他让我吃饭，我就偏要去玩。他也只是干生气，拿我没办法。其实我就是诚心和你赌气，我明知道你说的是对的，可我就是不听。听不听我的倒是没什么要紧，问题在于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一旦判断出现错误，很可能害死所有的人。说实话吧，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像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怎么敢指挥你们这些太太小姐？奶奶对我说过，如果不是上级的命令，不是廖耀香伯伯派你们来，傻子才会冒着枪林弹雨来救我们。虽说是我们在保护你，可如果没有你和老夫人，也许我们会和阜宁县城袭击你们的那些败兵一样，变成孤魂野鬼，无家可归，最后死在共军的手上。你不会的，没有人能够杀掉你。你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够料敌机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你都能镇定如恒。世上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说到镇定冷静，我可能的确比其他人做得好一些，这令我无数次的死中求生，无数次的逃脱危险。我想，很多人都想做到这一点，比如我。可为什么就做不到呢？因为这不是天生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黑夜，无穷的黑夜。黑夜？是的，我师父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有道理，在白天能够看到的很多东西，在夜里都是看不到的。确切地说，黑夜中的一切都与白天不同，哪怕是一棵树、一块石头的位置。狼虽然凶狠，但它的外形在白天看来却并没有什么可怕。可到了夜里，当那双绿油油的眼睛飘荡在空气中的时候，你会认为遇到了地狱中的恶魔。机灵在白天看来很可爱的动物，在黑夜中有时也会变得很邪恶。因此，在黑夜中你要时刻保持冷静和镇定，保持与白天相同的判断，不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胆怯焦虑，否则很快就会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仔细想一想，还真是挺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你的冷静和镇定是在黑夜中磨练出来的。可以这样说。
你们特勤处的高级步兵也都像你一样厉害吗？啊，谈不上厉害，也许我只是比较有特色而已。既然你们特勤处这么厉害，为什么眼看着廖伯伯落入共军的手中？有一点你需要明白，也许我们能够救出你和你奶奶，却不一定能够救出廖长官。廖长官身为兵团司令，指挥千军万马，他的指挥位置被共军严密注视，而你们却不是，共军甚至不知道你们的存在。是这样。一切行动都要出其不意才能够成功。如果被人盯上了，机灵如廖长官这样，身边布满特勤卫士的高级长官，也难逃厄运。真可惜，廖伯伯一代名将，却沦落为阶下囚。大厦将倾，一根独木又有什么用处？说句实话，委员长用兵实在是，勿以弱师敌强旅，勿与孤军入纵深，勿以孤城为固守。兵法这3大忌讳，在东北战场上，他老人家是占全了。这是什么意思啊？东北战场上，我军50万，林彪100万，这是以弱势敌强旅。他命令廖长官率9兵团与葫芦岛增援部队东西对进，消灭进攻锦州的林彪主力。然而，从时间到空间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终，廖长官的西进兵团尚未到达锦州外围，共军已经攻克锦州，各大主力回师夹击9兵团。廖长官孤军深入，进退维谷，这才被林彪分割包围，一网打尽。这是以孤军入纵深。他命令魏副总指挥和郑洞国将军固守孤城、沈阳和长春，这是以孤城为固守。毛泽东和林彪是用兵如神，咱们的委员长可真算得上是用兵如鬼啊！用兵如鬼，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这么说都客气了。你看看这一路上的残兵败将，慌不择路，仓皇逃窜，还哪像是堂堂正规建制的国军，简直是乌合之众。这样的部队就是到了平津，又有什么用处？能守住平津？哼，我看平津早晚只有一个下场，完蛋！嘘，说话小心点儿，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再说，天津有我爸爸守着，不会有事的。你爸爸率领的也不是天兵天将，能起什么作用？天津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守军只有10万，这仗怎么打？这城怎么守？我就不爱听这种话。我只不过在说实话。我相信我爸爸一定能够守住天津。到了天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我不是早说过了吗？把你们安全的交到叶师长手中，我领着弟兄们找个地方做点小买卖，安身立命。你真的想离开军队啊？我不想当炮灰，明知道打不过还要送死，这不成傻子了吗？哎，你留在我爸爸身边不就行了？又不用出城去打仗。我的大小姐，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到时候城池攻破，玉石俱焚，你们恐怕连自身都难保。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吗？我就不相信，这共产党有你说的那么神？眼下林彪的部队都在东北，刚打完仗，那还不得休整几个月？光靠华北的部队，怎么可能打下平津？哼，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看着吧，到时候你就明白了。看你行动的时候果敢坚决，身先士卒，没想到你还这么惜命。生命是上天赐予最珍贵的东西，为什么要轻易丢掉？为了打这种不值得的仗，把自己的命送了，把弟兄们的命送了，这不是勇敢，这是愚蠢。好了好了，反正我说不过你，你想离开就离开吧，我和爸爸说就是。谢谢。问题是，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带着弟兄们出去能干什么呀？我和弟兄们商量好了，准备做点小买卖。
大家这些年都有点积蓄，凑吧凑吧，应该差不多。这个想法倒是不错。到时候还要麻烦叶小姐动用点叶市场的关系，帮我们在金刚桥附近找个合适的地方。金刚桥附近倒是很繁华，是个好地方，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对了，我刚才来的时候，你摇头晃脑的，在想什么啊？你找谁？请问是冯参议吗？是我眼拙，足下士。兄弟姓云，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哦，你也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你也姓云？正是。有意思，我也认识一位新六军特勤处的云队长。能进来说话吗？请进。好，请坐。云先生说的话令我感到很好奇。冯参议，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少校科长，兄弟的全名叫云建明。什么？你也叫云建明？什么？日本人？就是刚刚站在我身旁的那2个军官。你能够想象到，他们竟然会是日本人？我早就听爸爸说过，日本投降以后，委员长留下了将近20万日军打内战，对付共产党。哦，有这种事情？当时爸爸和另外几位将军也都很看不惯，联合上书委员长，却招来了一顿申斥，说他们不懂外交，不谙时事，要他们带好自己的兵，少管闲事。委员长为了对付共产党，可真下本啊，连日本人都搬出来了。可有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些人未必愿意为他们卖命啊。假的？你说那个云建明是假的？正是。我凭什么相信你？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奉命到丰城保护3位的新六军特训科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议？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任务？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不，他不姓云，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鹰，是林彪东北野战军第1纵队的营长。他是共军？当然。哼。你说人家是共产党，可从丰城共军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在沈阳的一座2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燕双鹰抓捕，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杀掉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阜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请功，反而要保护我们？冯参议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我想应该是的。你能听懂日语？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他们劫船干什么？我想他们是想回日本。你知道，从营口上船离日本是非常近的，只需要2、3天时间就能够到达。这条船上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战斗凭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
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到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啊，你是矫枉过正。每次我说话的时候，都没人相信。丰城是这样，阜宁也是，可是最后呢？可这里不是丰城和阜宁，是我们的运兵船，上面有国军的主力部队。我绝不相信，就这几个日本人胆敢劫夺轮船。随便你吧。也就是说，我们和解了。确切的说，是叶小姐原谅我们。和你谈话我很愉快。我要回去了。外面太冷，小姐早该回去了。再见。我明白，这样说谁也不会相信。你说错了。其实我早就怀疑他们不是国军的部队。哦，他们太遵守纪律，战斗力也太强大，与我见过的国军完全不同。我不相信国军还有一支这样的部队。冯参也真是慧眼如炬啊！哎，先别忙着捧我，我要你证明给我看。我早已想到一条妙计，让姓燕的不打自招。哦，好极了！如果你能够证实他们是共军，我保证举荐你到叶师长那里，官复原职。冯参也请放心。这位是？哦，林娜，这是我的朋友张参谋。张参谋，这位是叶师长的千金林大小姐。小姐，张参谋不必多礼。冯参爷，那我先告辞了。好，不送了。小姐，告辞。再见。这个张参谋是你的朋友？啊，是的，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刚刚他看到咱们上船，这才来拜访的。你的脸色好像有点怪啊。有吗？我怎么没发现？你又看不到自己的脸色。哎，刚才你和张参谋在说什么呢？没什么，叙叙旧而已。知道吗？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奇怪。哎呀，哪有的事啊，是你多心了。哎，奶奶呢？哦，在里面休息呢。我去看看。